这。 这。小弟，往前跑，走。撤！别怕。追！哼！走。撤！水，走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再不走，他们就追过来了。怎么走啊？游过去。不找艘船吗？什么？船？没船怎么过去？你是个旱鸭子。你骂谁呢？你不会游泳的旱鸭子。想不到堂堂的乌孙大将，大名鼎鼎的左将军，竟然是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。旱鸭子怎么了？要不是旱鸭子来救你，你早被那些刺客杀了。要不是我那一刀，你早就死在他们刀下了。现在能不能先别废话，想想怎么把那些人甩开？那些人是冲着你来的，从敦煌到长安，从长安到玉门关，一波又一波，你是有多招人恨啊？哎，请问左将军，你欠了多少人风流情债啊？那些债主连死都不肯放过你。你们女人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？要走你走，我不走，反正是死，宁可跟那些刺客拼了，我也不死水里。那我走了。哼，走啊！哎，大哥，你松开我！
老赖着我，喝脏水吧你！哼！装死是吧？哎哎！啊！怎么样？我不是旱鸭子吧？还开玩笑！我把你的湿衣服拿去烤一下。啊！怎么这么多血呀？哎呀！你别动！死都堵不住你的嘴。你说，为什么每次跟你在一起，我都是要死不活的呀？啊？哎，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克我呀？都怪你那些债主，不知道你得罪了多少人。哎呀，我看啊，我这辈子最大的仇家，我看就是你了。哎，哎，你醒醒啊！你别睡啊！你别睡啊！哎，这儿这么凉。去。大人，公主和温贵将军已经失踪了整整1个晚上，发生此事也不排除是乌孙在作祟。现在亲汉的温贵将军不知去向，接近队伍里只留下一个不知底细的长山西侯。大汉和乌孙的关系更加微妙，属下认为应该尽早回营，以防不测。回营。诺。你和左护卫留下，继续寻找公主。诺。怀将军，怀将军，我刚刚听到一个坏消息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西侯是想问公主一事。怀将军性子真是直爽。对，公主并未失踪，只是遇到匈奴，受到了惊吓，想在草原上散散心罢了。怀将军，小侯刚刚还夸你性子直爽呢，怎么现在说话拐弯抹角的？你们大汉人就不能实话实说吗？怀将军，我早就听长安的朋友说过，说公主对和亲一事早有抵触，现在失踪1夜，下落不明，你说你身为这个护卫总领，作何解释？
西侯莫急，本将正在尽力追查，我怀疑是匈奴。将军之意是匈奴从中阻挠，那小侯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你们故意放走公主，来挑拨匈奴跟乌孙的关系？西侯此言差矣。哦，别忘了，同时失踪的还有乌孙的翁归将军。请问西侯，此时此刻，翁归人在何处？这翁归将军一向独来独往，连昆弥都奈何不了他。你说我一小侯怎么能知道呢？既然如此，你我都不想此事闹大，身背罪责。对，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在这儿争个孰是孰非，请西侯再宽限一日，若再找不到公主，再回禀双方君主也不迟。不知西侯意下如何？那小侯就听从怀将军的安排。告辞了。如果一会儿那个汉朝将军来找我，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。喂。吾皇万岁！乌孙接亲使节已到，杀将翁归与常山西侯亦亲汉，亦亲虎，可见乌孙昆弥有意制衡国中两派，和亲之事不会简单。解忧公主一心系汉，等待和亲。放眼望去，这草原都是你的土地，牛羊都是你的财物，这就是你的乌孙。对你来说是家乡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里却是异乡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和亲公主？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？能够选择的叫机会，不能选择的叫命运。难道说，你做这个和亲公主是被迫的？有几个和亲公主是自愿的？这世间有几个女子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的选择，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共度一生？你真的不想当这个和亲公主吗？想不想的都已经不重要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我若是不愿意，你还能带我走不成？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可以带你走。干嘛这么深情地看着我？你没有必要留下来当第二个细菌公主。
不可能，我已经答应皇上了，一定要完成使命。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忤逆的话。你的马回来了。昆明，温归殿下亲汉之心，那是昭然若揭呀。长山西侯在，这话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？回禀昆明，咱们先不说大汉公主失踪的真相，但温归接亲失职，去向不清，大汉包庇隐瞒实情，这所有的一切，难道还看不出温归跟大汉的同盟关系吗？这是对昆明的皇权极大的挑战和羞辱啊！小侯昨晚梦见苍狼月下哀嚎，声音凄厉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！恕小侯多嘴，我听说这个公主性格乖张，特立独行，和之前的细君公主比起来，那是天壤之别。小侯不明白，为什么汉帝会派这样一个公主嫁入乌孙？昆明还是小心为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大汉会借机暗害我？人心不古，有所防备总不是坏事吧？大汉一向报复心重，难免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许再声张。昆明，请放心，小侯会把此事烂在腹中。但咱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温归殿下迎亲，竟然和公主同时失踪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是我乌孙之耻啊！哼，我知道。这样啊，你赶紧赶回去，不要让那些汉人起疑啊！是，那小侯告辞了，去吧。休整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这次不杀大汉公主，谁也别回匈奴。是，不发。风姑娘有何指教？我听说公主她……公主的事不用你操心。看来她真的失踪了。将军，西南方向2里外发现匈奴骑兵，看样子像是昨日在玉门关偷袭我们的那伙人。他们怎么死咬着不放？马上集合哨兵。诺。
阿彩，在这待着别出去啊！刺客，我听好了，下次再敢刺杀本公主，我要你的狗将军没事吧？别追了！传令下去，注意营帐四周。No！ 将军息怒，小女子先斩后奏，假扮公主，只是不想他人起疑。毕竟公主失踪事大，冯辽生死事小，望将军莫怪。风姑娘，多谢了。小事一桩。常山西侯人在何处？回禀将军，常山西侯不知去向。吁，哎，若图啊，哼，怎么样？近来身体可好啊？一切都好，托殿下的福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素光。素光，名字真好听。姑娘，我有一些衣服，可供姑娘换上啊，请随我来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真漂亮，姐姐真漂亮，你也很漂亮，真漂亮。殿下，听说她是大汉的和亲公主。记着，从今天起，她的名字叫解忧，没什么和亲公主。那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放心吧，只是一个名号而已，会有人来代替这个位置的。
姐姐，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？跟我一起睡。我以后长大也会像姐姐这么漂亮吗？素光现在就已经很漂亮了，长大以后一定比姐姐还漂亮。你可以嫁给翁归哥哥吗？唉，等素光长大以后啊，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，懂吗？伤口尚未痊愈，殿下需多休养才是。每天躺着那是死人。你伤还没好呢，一定要这么逞强吗？你伤还没好呢，一定要这么逞强吗？你行你来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这样吗？腿分开。紧张什么？左肩放松，看准目标。我数到3你就放箭。1、2、3。来，这。怎么又回来了？
喂，你别乱射！解药！都说让你别拖后腿，怎么就那么……怀将军是在担心公主的安危，还是担心她和温归私奔啊？我见过他们两个相见时的情景，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没有情愫。我告诉你，流言是会要人命的。怀某亦可杀人，一指流言。冯辽不是没有分寸的人，冯辽只是在想，这乌孙到底有多少人见过公主的容貌？什么意思？公主乃皇家内眷，外人不得亲近。整个乌孙真正见过公主容貌的只有温归一个人，所以冯辽在想，如果解忧公主没能回来，是不是随便换上一个女子都可以到乌孙充当和亲公主呢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敢贪图这公主之位。我常年往来乌孙，素闻温归是一个聪明又大胆的人，所以才斗胆猜测。哎，怀将军，你肯定也想过这个问题吧？如果温归和解忧公主同心所向的话，何不成全了他们？解忧公主乃皇上钦点，岂能儿戏？那我就要提醒将军了，小心温归釜底抽薪。温归跟你有仇吗？此前从未见过，哪来的仇恨啊？那你到底是何用意？我在想，如果解忧公主没有回来，我皇家买办的差事不就泡汤了吗？再说，公主是我见过的女中豪杰，没有了她，对乌孙对大汉都是莫大的损失吧。我会查出你的底细。怀大人，怀大人，怀大人，匈奴来犯，北庭郡沦陷。什么？边将李希不敌，派属下前来求救。将军，这兵小侯真不能发。西后，乌孙此次所败骑兵，皆为乌孙精锐。怀天杀恳请西侯派兵营救。骑兵是奉命迎亲，温归殿下和我根本就没有兵权呐。西侯，如今边境受侵，乌孙大汉百姓遭难，解忧公主也很可能深陷其中。若公主真的有事，你的骑兵谈何迎亲呢？怀将军，你能否断定公主就在北庭？暂时还不能确定。暂时还不能确定。那将军想过没有，如果出动骑兵，所有人都知道公主失踪，你让双方的尊严何在？长山西侯，如今已经不是公主一人之事，边境所有的百姓都在受难。还望西侯能以大局为重。怀将军，你就不要再为难小侯了。没有昆弥之令，我不能擅自发兵。将军，恕我直言，公主现在尚未和亲，还不是我乌孙辖下之人。打扰了。
这来者何人？这大汉宋钦护卫总领怀天沙接到李将军的求救信，带兵前来。原来是怀大人，久仰大名啊！乌孙不便派兵，这里来的只是宋钦的护卫队，除了这些骑兵外，还有少量的步兵在军外等候。杯水车薪，还望李将军莫要见怪。李某明白，托怀大人的福，匈奴已被我等击退。李将军，我听属下说，匈奴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！哈，不过就是些假把式，将我汉军将士以一当十，不到1个时辰，便把他们击退。全部击退？匈奴已全部撤出30余里。那既然如此，还请李将军行个方便。公主的婢女突然逃走，我想在这郡内查找搜索一下。婢女，请便。都听好，郡内所有的年轻汉人女子，无论生死，都让我亲自过目。诺。大人，怀天沙已经带队去了北庭。就知道这小子沉不住气。大人此连环招实在是高明，一石二鸟啊！只恐怕他们到死都猜不到。本侯忠心昆弥，为了乌孙着想，绝不能让汉人跟乌孙联姻成功。乌孙只有一个朋友，那就是匈奴。有没有人呐？干什么呀？绑着我还把我们关在笼子里？哎，关在笼子里就不要绑着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能不能少喊2句？我脑袋刚才挨了一棒子，好疼啊！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他们不是匈奴人吗？为什么抓了我们不直接杀了，还关起来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他们当然不是匈奴人。不是匈奴人。派系斗争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你想，你是一个大汉来的和亲公主，我是个清汉派的王储，我们2人得是多少乌孙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？乌孙人？哎，你们是乌孙人？哎呀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啊！哎呀，嘘！这么喊能放我们出去吗？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我紧张啊！你不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啊？我不是不想，我是没办法。就这么坐以待毙吗？将军，士兵已经彻底搜查，没有发现可疑女子。召集士兵，准备撤退。诺。李将军，为何集结士兵？可是匈奴来犯。哼，他们哪敢！现在全都坐在30里外的牧民区。牧民区？据探子回报，匈奴人抢占了乌孙的牧民区，抢夺牲畜以供给用，现在正在杀牛宰羊，只留少量的骑兵看守。现在正是我们偷袭的大好时机。李将军，这尖锐部队全部击退，现在又松懈防守，
这不像是匈奴人的作风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大汉将士还抵不过匈奴人？不，我只是担心，如果现在去攻击乌孙的牧民区，会引起双方的误会。乌孙人早就被赶跑了，现在牧民区里全都是匈奴人。李将军，怀大人，想必你在皇上面前待久了，不懂打仗也属平常。我们俩刑场上那样的生死都经历过来了，你还怕这个？我可不想死！哎，有没有人啊？鱼，你来干什么？温归和解忧只怕是出事了。都跟着我！撤！撤！报！将军，匈奴兵毫无防备，骑兵都在帐篷内休息。好，全力下去，准备火箭。诺，火箭手准备。弟媳这是要用火攻，匈奴人还未察觉。这真让我看不明白，是乌孙想让匈奴人和汉人相互残杀吗？匈奴与大汉的恩怨，得用乌孙来怂恿。那倒也是，不过我听常山西侯的语气，温归和解忧一定在他们手里。报告将军，后面发现匈奴兵。盾牌兵，大家小心！是要把我们当狗全羊吗？他们在牧民区，救人！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温归和解忧在火场里？乌孙与匈奴勾结，不仅要杀了温归和解忧，还要将罪过嫁祸大汉，彻底断送乌汉联盟。出发！撤！撤退！撤退！解忧！叔父！行了，节省点体力。你干什么？笨蛋，这么粗的木头，一个砍不动。我也砍了，我们只能等它再烧一会儿，烧脆了才行。叔父！叔父！叔父！走！爹，你怎么了？走！快跑！
没事吧？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。笨蛋，我不会走的，我这辈子都注定被你拖累。曙光，姐姐，曙光，曙光，曙光，快过来！曙光，解佑，回来，回来，解佑，回来！滚！保护好他。快带他走！你们呢？回天杀！快走！驾！驾！将军，传令，全部撤退。诺。不管怎么说，公主能平安回来也是万幸。只是不知道温归将军是否平安回来。乌孙和大汉最厉害的2个剑客在一起，平安得很。曙光，公主，曙光，公主，你醒了。曙光，阿才，公主，温归呢？你都不知道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放心吧，他跟怀天杀在一起，很快就会回应了。是冯姑娘把你送回来的。阿才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跟冯姑娘说。嗯。谢谢你，别跟我这么客气。敢跟乌孙王弟弟私奔的人，我当然要救。你都知道了，这种事，傻瓜都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自私？大汉册封和亲公主的时候，边境的百姓一片欢腾，孩子们都在唱：等公主来了，边境再没有硝烟；等公主来了，家园再没有战火。现在公主来了，大家都在等，等待的却是死亡。
玉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让开。解忧是和亲公主，和亲公主又怎么样？任何人都可以是和亲公主。皇命不可违，那是你的皇命，与我何干？那些死去的牧民又有何干？你想杀乌汉使节？我杀的是乌汉叛徒。下死！王贵，你只会给解忧带来痛苦，给大汉带来灾难。大汉使节就这点本事啊！现在只能由我来结束这一切。你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与温贵殿下在回来的途中遭遇匈奴伏击，温贵已死，尸首已被匈奴带走。不可能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温贵殿下被汉军烧死的可能都有，更何况是匈奴伏兵。这事儿太突然了，我要马上禀告昆明。西侯不必了，我已派先锋去乌孙禀告。怀将军，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小侯记下你了。来日方长。
照您说话，公主。公主听的没错，温归已死。路上遇到了匈奴伏兵，一箭穿心。我不信。哪儿来的？公主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能活着回来，而他却不能？公主，温归让我把这把匕首交给你，让你用这把匕首好好的保护自己，好好的为他活着。你可知，为天命的是我。属下无能。我姐又做了20多年老百姓，从来做事只想自己，未曾觉得自私有何过错。今日，我的自私让我尝到了最甜蜜的滋味，也尝到了痛彻心扉的后果。公主，下去吧。喂，长山，怎么会这样？长山在，温归遇害一事，你怎么看？回昆明，此事蹊跷，温归将军受惠于汉军，却被匈奴伏击，这事儿实在是可疑。温归将军是我乌孙大将，国之栋梁，这事儿好了。没想到你平时跟温归水火不容，明争暗斗，这个时候还能对他如此敬重。你没让姑失望。什么亲汉派、亲奴派，在姑眼里只不过是此消彼长的博弈者。记住，下棋的人是姑，白棋是子，黑棋亦难保。小侯明白。至于温归嘛，他从小就命硬，我不相信他会出事。没找到尸首之前，这件事儿我要告诉大陆。喂，退下吧。
公主，既然温归为我而死，我便为他而活，以和亲公主之命。怀大人，这次你是对的。公主，咱们正在通过乌孙古道。好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日落前便可到达乌孙都城。甚好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解忧甚好。过了这条路，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吧？温归有下落了。小侯找遍了乌孙全境，至今也没有找到温归将军的下落。那你来找我何事啊？匈奴的送亲队伍到了。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就为说这事儿来的？小侯想冒死进言几句。小侯觉得温归将军没有死。温归将军是我乌孙大将，杀将之名不是一日而成，区区伏兵能奈他何呀？姑也这么想。昆明，匈奴公主刚到，温归将军就传出已故的噩耗，让乌胡同盟动荡。现在胡姑无法入宫，解忧却是快马加鞭的往乌孙赶来。种种事实，小侯不得不猜测，温归将军是以假死来拖延解忧公主入宫的时间。住口！臣以死抵罪，但小侯恳请昆明三思，乌胡同盟和乌汉同盟同样重要。胡姑公主入宫，无法改变温归的生死。匈奴公主胡姑拜见昆弥，昆弥千岁万安。起来吧。谢昆弥。公主，前面就是乌孙都城了。可是刚才先锋回报，匈奴公主已于昨日入宫，我们还是迟了一步。怀大哥，来日方长，这种事情不值得生气。唉，这路赶的要死人呐！风姑娘，你要是觉得累，可以不用跟着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不知道我这一路都……你这一路都在唠叨，如果真的累了，我可以安排仪仗给你休息。谢谢你啊，我一粗人受不起这个。
请尊自便。哎，你就不能对我也笑一个吗？公主啊，我是来告别的。告别？我有一笔买卖需要算账，我就不跟你们走了。公主，你答应我皇家买办的事儿，可不能耍赖啊！哎，公主从没有答应过你。我跟你说话了吗？公主，如果你到了乌孙呢，想要置办些什么，或者搜奇货异宝呢，随时找我，我给你留个信鹰。到时候你放飞它，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。多谢冯姑娘一路照顾。至于你的鹰嘛，还是交给这个冰块脸帮你保管吧。看什么？你会好好养我的鹰吗？那就太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啊，表面上说好好养我的鹰，其实背地里都想把它给煮了。他们这些人呢，缺的就是哥哥的成熟和稳重。表面上说好好养我的鹰，其实背地里都想把它给煮了。他们这些人呢，缺的就是哥哥的成熟和稳重。我很看好你啊，千万别忘了我。公主，佛老感谢您。我相信后世千万人都会铭记解忧之名。公主保重。冯姑娘保重。哈哈，公主！欢迎公主！高兴点儿，解忧。公主！这乌孙的昆迷怎么让公主等那么长时间啊？稍安勿躁。拜见昆迷。大汉公主刘解忧，拜见昆迷。拜见昆迷。大汉公主，你可知自己来迟一日，我乌孙从不受此折辱。你自刎吧。昆明与大汉交好，汉臣怀天沙奉旨送解忧公主前来和亲，延续乌汉联盟。早就听闻乌孙国君胸怀宽广，
一波风去，果然不同凡响。真不愧是大汉公主，临危不惧啊！乌孙欢迎你，孤的公主，随孤入宫吧。怎么样，大汉公主，还看得过眼吧？昆明甚是周到，解忧感激不尽。我还得感谢你才对啊！要不是你晚到一日，孤可经不起这两番折腾。解忧不知昆明何意，拜见昆明。昆明吉时已到，我家公主请昆明更衣。胡姑准备好了吗？回昆明，公主早已换好嫁衣，恭候昆明。好，领解忧公主进去吧，让她坐夫人之位。喂，昆明，你我还未有喜宴呢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晚到一日，所以今天你参加的是我跟胡姑的喜宴。启禀昆明，送亲路上并非一帆风顺，我们遇到了匈奴伏击，就连温归将军都……姑知道，所以姑并没有怪罪你，还让你做夫人之位，还敬你为夫人。我与昆明未有喜宴，我怎可做夫人之位？这样，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大汉公主？孤人至于此，公主好自思量吧。若是昆明不以喜宴堂堂正正迎娶解忧，解忧即刻便回长安。你想回就回吧。昆明，夫人，请随古瑞亚入座吧。你是胡姑的婢女？是，奴婢叫古瑞亚。那好，古瑞亚，请你带我与大臣同坐。今日我还是大汉来的解忧公主，是来恭贺昆明的大汉使节。可是夫人，叫我公主。叫我解忧公主。怀将军，属下在。帮我把这个贱婢的胳膊砍下来。诺。
你敢？你不是叫我夫人吗？怎么，我堂堂的乌孙夫人，连个婢女的胳膊都砍不得吗？砍了！别动！公主，要左胳膊还是右胳膊？夫人，你叫我什么？公主饶命。叫我解忧公主。解忧公主，请饶恕奴婢。奴婢就是奴婢。带我入座吧。喂。公主，刚才做得好。吓死我了！属下混于汉军多日，亲眼看见温归将军召匈奴报仇未归，头听之下得知温归将军战死的消息。常山西侯半途离开接亲队伍，就是为了寻找温归将军的尸体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小屋的人呢？常山西侯离开之后，我给小屋发了密信，他已经去寻找温归将军了。属下一路也给老爷发了多封密信，我一封也没收到。下去吧。喂。昆弥啊，昆弥，你为何瞒我至此？儿子，我定要匈奴为你殉葬。昆弥到，太后到。恭喜昆弥，免礼。都坐吧。大汉公主刘解忧，奉汉帝之命，以汉帝之名，恭祝昆弥大喜，祝乌汉永结联盟。汉帝的好意，孤收到了，多谢夫人，多谢解忧公主。昆弥大喜，大陆，你怎么来晚了？昆弥恕罪，我原本是等温归回来一起前来，但是温归到现在连人影都不见，昆弥恕罪。没关系，来，赶紧入座。谢昆弥。母后，吉时已到。
胡姑拜见太后，昆弥。古闻天地不变，不成诗画；阴阳不变，物不畅茂。自细君大行，中宫空悬，孤孤寂孑然。现匈奴公主胡姑，素雍德貌，有安正之美。孤特赐夫人之尊，与孤同体。谢昆弥。昆弥，夫人是以左至尊，那臣等是称胡姑夫人为左夫人还是右夫人？此事稍后再议。夫人，还不赶紧给母后敬酒？喂。胡姑敬太后，愿太后福泰安康。这位是解忧公主吧？正是。解忧公主，你我虽同岁，但大汉和亲在先，胡姑便称你为姐姐吧。以后胡姑定与姐姐同心同德，伺候昆弥。姐姐说笑了。我晚到乌孙，还未过门，先后有别，应该我叫你姐姐才对。刚才你说同心同德伺候昆弥，此话真是极好。待我喜宴之时，一定好好还姐姐这3杯酒。那胡姑便记着妹妹这3杯了。好了，今日大喜，胡姑莫只惦记着姐妹。还不快敬昆弥一杯？喂，胡姑敬昆弥。来，众卿，与姑同饮。谢昆弥。夫人，大陆。好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先别走，你听我说，公主你不能走。谁说我要走了？公主，刚才你做的特别好，真的，要不了多久，昆弥她会答应的，真的。我是不会走的，我就在这等。昆弥一日不设宴，我就一日不入宫。我以为刚才你……未办喜宴，就让我做夫人之位。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？昆弥这样做是有意折损我大汉，我们不能屈服。我是担心
君王多疑，我是怕你和温归在途中同时失踪的事儿，让昆弥心存芥蒂。怀大哥，你不用担心我会离开。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无处可去了。就算是为了那些为我而死的人，这和亲公主，我也当定了。哈，夫人住的可还习惯？回昆弥，乌孙和匈奴习性相近，我虽嫁来乌孙，却如同回到自己家乡一般。那就好。拜见太后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免礼。母后为何深夜还未眠？我看今夜月色大好，便想邀昆弥一同赏月。是。那胡姑先行告退了。春宵美人儿，昆弥，可莫怪我这老婆子丧了兴致。这世上哪有比自己的母亲更美的人呢？从前都是你与细君一同陪我赏月，你们夫妻恩爱，乌孙和大汉的关系稳定，那时的边境倒也太平。是，你和细君的情感我都看在眼里，只是君王做的确实过分。解忧和胡姑名义上是你的妻，实际上无非是两国关系好坏的借口罢了。姑明白。既然明白，你就莫要动了真感情，更莫欲随便冷落了一方。姑知道母后担心的是什么，可是常山西侯回报说没有发现温归的尸体，姑对这个公主有意。君王嫁娶，哪个不带着秘密和私心？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罢了。记住，平衡则均全。母哈兹，大汉公主何在？回昆弥，大汉公主解忧就在宫门外。她说什么？她说昆弥若是不设宴，就不进王宫。这个公主还跟姑犟起来了。母后，你稍等，我句句有来。解忧，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啊？昆弥来。公主真打算在这车里过夜吗？随姑入宫吧。解忧不能入宫。解忧跋山涉水，不远万里从大汉来到乌孙，不是为了看别人成亲。请昆弥为大汉公主重新设宴，迎娶解忧。还是先跟我入宫再说吧。在昆弥考虑好之前，解忧会一直在这1丈之内，绝不入乌孙皇宫半步。昆弥，怀天沙恳请昆弥，看在乌汉联盟，看在边境百姓的份上，早日迎娶解忧公主。你就是那个同温归并肩作战的汉臣。正是。
走。公主，昆弥呢？回公主，昆弥跟陆虎母分别后，去见了大汉的公主。他们说了什么？大汉公主说，如果昆弥不重设喜宴，就不入宫门。他竟然敢威胁夫君，真的不是一般的笨。但人的弱点也是强项，缺点亦是优点。昆弥如何说？昆弥自然不会答应他。然后就回了自己的寝宫。你说什么？昆弥已回自己的寝宫。新婚之夜，他竟然不来。公主息怒，那大汉的公主凶悍刁钻，定是他从中作梗。我的新婚之夜就给我来个下马威，人在宫外却已危及公主，本事还不小啊。也好，若没有一个聪明的玩伴，这深宫里的日子倒是乏味无趣很多。我喜欢这样的你。公主，这是要……去昆弥的寝宫，我要让宫外的人知道，我胡姑的新婚之夜在昆弥的怀中。好，不错。哎呀，看我美哉呀！一点儿。塔娜，你真是美啊！赶紧回家养吧，塔娜。哎呦，塔娜今天这么漂亮，是要姐妹们照顾好。塔娜。哎，这个给我吧。走走走。哎呦，塔娜。来。你在我这儿住了有段时日了，一直不告诉我你究竟是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宫里怎么样了？昆弥大喜呀，不过新娘子不是大汉公主，是匈奴的公主。我还没有失信。这匈奴公主热情奔放，最会取悦夫君了。大汉公主可有的苦头吃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？你到底去了哪里？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温归回来了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？我回来的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你跟王兄还没有成亲，你还不是他的妻子，你是我的。我什么都不是，我现在只是大汉的和亲公主。不，你是解忧，你是不会向命运屈服的解忧，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选择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我的选择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能告诉我原因吗？你看萧素光，他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才会死的。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我们死掉了，不可以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不是神仙，你留下来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解忧不是神，解忧没有神力。但是如果我跟你走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。那我能心安吗？公主，公主。今日即便是天神降罪，也无法阻止我把这个女人带走。公主，你在干什么？无论在那片草原上发生了什么，那都是一场梦。再美好的梦都有醒来的时候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一开始就是我错了。我从来都是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我从来都做不了我自己的主。你若真的爱我，就不要再让我承受一次失去你的痛苦。翁归是你杀的，不是匈奴人，是你杀了他，夺走了他的匕首，是吗？是。可你没有真的杀他。温归是乌孙的亲汉大将，为大汉考虑，我也不能杀他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无非是想断了你们俩的后路。你若恨我便恨吧，反正又不是头一次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他活着。你不恨我？如果他死了，会是我一生的心疼。如今他活着，却是最好的告别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可以回到初见，我一定选择和亲，我不与他相知，让他痛苦。如今他活着回来，就好像老天爷安排我们再一次初见一样，我没有遗憾了。我会实现我的梦。看看了啊。
解忧拜见昆弥。这是乌孙，不是大汉，规矩得改改了。喂，是这样，刚才我陪公主去草原上散了散心，顺便了解一下乌孙的风土人情。公主远嫁乌孙这一路，对乌孙的草原还不了解吗？来的路上，解忧被匈奴所俘，如今待嫁闺中，心情自然有所不同。在草原上散散心，吹吹风，心情也明朗了很多。你这是在考验姑的耐心吗？解忧不过是要一个名分，以免无憾一心。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。文贵，文贵，父亲，儿子不孝，让父亲大人担心了。只要你活着，我们就有希望。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您放心，没他们说那么严重。您看，我现在都已经行动自如了。哼，这帮宵小之徒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方可解恨。父亲，您先别激动。依我看，除了担心匈奴人，我们更要担心的是我们乌孙自己人。是啊，常山西侯之流暂且不提，我就是不明白，昆弥为什么要瞒我？那位大汉公主啊，至今没有明媒正娶，还在和昆弥僵持着。文贵，和亲公主至关重要，你明日见到昆弥，一定要助解忧公主一臂之力，不然我不只担心匈奴受宠，更担心大汉不满，两国一心呢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我没事。文贵，你和大汉公主一起失踪数日，旁人已有非议，莫非？父亲放心，这种事情我心中自有分寸。公主，这耳当真好看。这是汉朝的玩意儿。听闻细君公主生前最爱这明月当。原来如此，那昆弥见了定会喜欢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用细君之物取悦昆弥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怕什么？我本就是这个意思。取悦男人，可以用任何手段。